据财经快讯，沈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负债高达100亿，或将进入破产重组城市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雪薇，你救救你姐姐吧！冉冉不能嫁给沈之客，沈家要破产了，她嫁过去就是跳火坑啊！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沈之客不是姐姐最爱的人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沈氏负债100亿，冉冉已经连夜出国了。沈家要是见不到新娘，咱们乔家就全完了。所以呢，你们想让我去？你是她亲妹妹，你长得和她那么像，只要化了妆，没人看得出来。你们凭什么牺牲我？就凭你是乔家的女儿，你从小优秀，她是我们要捧在手心里的明珠，她绝不能被沈家拖累。你就当是还了我们的生养之恩。雪薇，三妈求你了，你就当替你姐姐受点苦，等沈家缓过来，或者等冉冉回来了，妈一定补偿你。补偿？从小到大，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她的，现在连火坑都要我替她跳。你不嫁也得嫁，明天婚车一到，你就上车。爸妈，我求你们了，放我出去，我不想嫁。嫁到沈家之前，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。当年的我手无寸铁，只好老老实实接受爸妈的逼婚，直到替姐姐嫁给沈之客的第5年。夫人，您又在公司为项目熬了一整晚吧？乔月冉小姐刚好回来了，老夫人煮了好多饭菜，就等您进去了。这5年来，除了结婚证上那张拘谨的证件照，我和沈之瑜竟再没有第2张合影。我们的冉冉终于回来了，让妈看看，又瘦了。妈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对了，雪薇呢？妹妹，偷来的东西终究是要还的，你要点脸，别霸着自己姐夫不撒手。姐夫，你不准备说点什么吗？还是觉得这个提议不错？你别忘了，当初你的公司濒临破产，他不想陪你吃苦，是怎么连夜出国逃婚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过去的事，还提他做什么？乔雪薇，翻这些旧账有意思吗？冉冉当年是年轻不懂事，现在她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，你就别找事儿了。逼我替姐姐嫁过来，转头又要帮着她抢走我的丈夫，哪有这样的家人？我的这5年到底算什么？我是帮你们保全颜面的工具，还是钱不他控制的临时演员？够了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妹妹，这些年你住在我的婚房里，不觉得膈应吗？你怎么这么坏，就喜欢抢姐姐的东西？乔月冉，你真不要脸！乔雪薇，冉冉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之客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提这些。妹妹她照顾了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该跟她说声谢谢才是。乔雪薇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尖酸刻薄，哪有半点沈氏夫人的气度？冉冉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你刚回来，我带你去拍卖会买些你喜欢的，就当是给你道歉了。你当初本来不愿意，现在签了他，对所有人都好。沈家的资产增长这么多，冉冉还愿意跟你平分，已经是顾念姐妹情分了。乔月冉一向霸道，怎么可能这么大方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份协议沈之客根本不知情，
大概是怕我闹事给的补偿罢了。好，我答应离婚。这就对了嘛，逼自己的女儿离婚，就这么高兴吗？刚觉得你总算懂点事儿，怎么又说出这种话？你这孩子说话就是不如你姐姐讨喜，也不怪我们更喜欢她。亲属品扣款20万。谢谢妈妈送的回归礼物，比心。摆脸色给谁看？我们欠你的吗？真是一点都不懂事，比你姐姐差远了。这些年，他们给我的不是乔月染用剩的，就是他看不上的。为了推翻这句判决，我拼尽全力对他们好。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有些偏爱生来就没有我的份。请把我名下的那2张亲属卡停掉。乔女士，你确定要停掉每日限额50万的亲属卡吗？说你2句就停卡，我们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明知我们在结账，你这是诚心让我们在专柜丢人吗？妹妹，你今天实在太过分了，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，非要在外面让爸妈难堪。这样的场景在我记忆里发生过无数次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沈之客。乔雪薇，你还有完没完？还不快点给爸妈道歉！适可而止，非要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你才满意。爸妈，雪薇也是一时糊涂，我让她把额度提升到100万，以后你们想买什么随便刷。既然是你说，那就由你来承担经营。乔雪薇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道不道歉？这个家，你还想不想待了？不想。你说什么？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你怎么能故意推我？万一摔成骨折、骨裂了怎么办？是不是那样就如你的意了？乔雪薇，你太过分了！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这个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冉冉，你没事吧？之客，我的膝盖好疼。少年，沈之客，我不要了，连同爸妈，我全都不要。今天这个项目特别重要。从今天起，乔雪薇手上的所有项目都移交给月染负责。你昨天推了冉冉，让她受了委屈，带着她做项目，就当是给她的补偿。我不同意。乔月染学的是艺术，他连最基础的项目代码都看不懂，也从未接触过金融行业。你现在让他直接空降，随手就接手价值数百亿的核心项目，简直是把公司当儿戏。就为了心里那点不平衡，你就这样当众让冉冉难堪？乔雪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了？沈氏集团现在是我做主，不接受就滚出项目组。他怪我落了乔月染的面子，却何尝不是将我的尊严彻底踩在脚下？好，我退出。沈之客，没有我的技术核心，我看你那100亿项目怎么推进。各位，保重。乔总，如果您确认退出，沈氏这边我们会按程序终止合作。乔姐，你不干了，我们也不留了。核心成员已经集体请辞。乔雪薇，
你故意的是不是？现在整个圈子都在传我和冉冉的闲话，说你是因为这个才离开的。你必须回去澄清。直到现在，你满脑子还是他的名声。公司损失几个单子，员工离职，不就是想让我知道你的重要性吗？可现在最重要的是冉冉，她一个清清白白没嫁人的姑娘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该被你这样污蔑。那些传言，难道有一句说错了吗？冉冉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去给冉冉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我就跟你离婚。乔雪薇，你就是比不过你姐姐，半点都不讨喜，性格又冷又硬。除了我，还有哪个男人会愿意要你？明天上午我会召开一场发布会，到时候你要好好帮冉冉澄清，不然我们的婚姻就到头了。裴总，我手里18%的沈氏股份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？有了这18%的股份，加上我手里的，足够让沈氏易主。你确定要走到这一步？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保障，以后我的就是你的，我这辈子绝不负你。乔雪薇，你就是比不过你姐姐，半点都不讨喜，性格又冷又硬。除了我，还有哪个男人会愿意要你？曾经的诺言，现在看来，字字都是讽刺。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沈总，您确定要我们头条号这样发通告吗？通告上就写您夫人从小嫉妒她的姐姐乔月冉，甚至因为她喜欢你，就设计把和你有婚约的姐姐逼出国。现在姐姐回来，她又因害怕被姐姐抢走丈夫而散布不实谣言，这样写，您夫人的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她的名声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冉冉。可您这样做，就不怕她跟您离婚吗？离婚？怎么可能？他爸妈从小就偏心他姐，导致他特别缺爱。只要偶尔施舍他一点点温情，他就如获至宝，紧紧攥在手，根本不舍得放开。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被他亲手再次撕开，最后那点犹豫彻底烟消云散。裴总，股份我卖，现在就可以签字。提前祝您接管沈氏集团顺利。乔雪薇，你人在哪儿？别给我拿桥！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，赶紧过来帮冉冉澄清。为什么裴时风能召开股东大会？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？勾引他帮你一起做戏吗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不尽快处理好这一切，我就真的跟你离婚。沈之客，如果你现在回家的话，应该能看到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放下了。乔月冉，沈之客，这份偏爱，我也想看看还能支撑你们过多久的好日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接电话，乔雪薇，你给我接电话！以前他从没这样任性过，从未彻底失联，这种失控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回家，回别墅！你干什么？谁让你碰这些东西的？这些都是乔雪薇的东西，她都要走的人了，衣服我看着碍眼，当然要全都丢了。还有这个房子里的一切，我都要推倒重新装修，把你和他生活过的痕迹彻底清除。
你说什么？清除痕迹？知客，我后悔了，当初我不该走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这一次我一定不再任性，我会当一个好妻子。我是你的妹夫，乔月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可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这些年你对他有多好？我回来之后，你任由我挂婚纱照，还带我去拍卖会，难道不是还喜欢我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沈家要破产了，我不想陪你吃苦。乔月冉当年的离开，在我心中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印记。我比谁都清楚，他并非为了追寻自由，而是畏惧破产，不愿共度难关。所以当他捧着婚纱照卑微回来时，我心底涌起的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感。我带他去拍卖会，不是因为还喜欢，我是想亲眼见证他现在有多后悔当初离开了我。而现在，为了找回那点自尊，亲手毁掉了来之不易的幸福。雪薇，我错了。雪薇说她签了离婚协议，是什么意思？他跟你提了？我原以为他要死缠烂打一番呢，算他识相。他应该也知道，这些年凡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喏，就等你签字了。假的，一定是爸妈逼他的，或者是他为了气我故意找人代笔的。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？他是真的彻底放弃我。别发愣了，知客，你快签了吧，签了，我们就能正大光明在一起了。我不会离婚的！你疯了？你不是一直讨厌他性格冷硬不讨喜吗？我不喜欢你，乔月冉。从你当初选择离开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无可能了。沈知客，你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现在，请你离开我家。听说了吗？沈总被停职了，接手的是裴氏的那位。乔总一走，这沈氏果然变天了。这不可能！股东大会怎么会这么快通过？雪薇不可能对我这么绝情。裴师傅，谁让你坐在这里的？滚出去！沈先生，我想你还没看邮件。由于你近期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，董事会一致决定由我接任，而你被当场停职，勒令回家反省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这么绝情？他以前最顾全大局了，他是沈氏的功臣，怎么忍心看着沈氏落入别人手里？绝情吗？沈之哥，你恐怕不知道，他确实犹豫过，甚至在签合同前一刻，他还想反悔。我就知道，他只是在气头上。不过在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，他立刻就变得坚定了。后来，我特地让人去查了一下，那天你和新闻头条的撰稿人也约在了那里。他应该是听到了什么，所以才会彻底下定了决心吧。他的名声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冉冉。可您这样做，就不怕他跟您离婚吗？他离不开我的。他爸妈从小就偏心他姐姐，导致他特别缺爱。那些话都不是真心的，我只是为了强撑颜面，掩饰我对冉冉回归的不知所措。说起来，这件事之所以顺利，还真是要多谢你了。沈之客，她那样好的一个女人，你知道圈里有多少人羡慕你？她在沈氏濒临破产时嫁给你，陪着你一起度过难关，
让沈氏起死回生，这里对他而言同样重要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他有多失望，才会选择彻底抛下他？我怎么忘了那些年为了抢订单，是他弯腰讨好别人；为了保住资金链，是他一杯接一杯的嘴里灌酒，喝到吐血。为了一个曾经在最难时抛弃我的乔月然，我竟然把我最珍视的雪薇越推越远，彻底弄丢了，实在是太不值得了。知客回来了，快来看看，妈给你挑了几件衬衫。冉冉本来就和你有婚约呀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他了吗？现在他回来了，你们的事儿得抓紧办了。就在半小时前，裴时风的每一句话都像尖刀一样剜我的心。雪薇陪我熬过的那些日夜，我当作理所当然的付出，原来在他眼里全是我的背叛。5年前他连夜出国，把我和濒临破产的公司扔在泥里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他和我有婚约？过去的事翻出来做什么？冉冉那时候年轻不懂事，现在他知道错了，回来了，你们正好再续前缘。再续前缘？我和雪薇结婚5年，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。你们现在跑到我家里，逼我和自己的妻子离婚，娶他的姐姐，你们不觉得荒唐吗？雪薇那孩子本来就是替冉冉嫁过来的，现在正如回来了，她本就该把位置让出来。再说了，她嫁过来5年，连个孩子都没给你生，本来就不合格。换冉冉来，肯定能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不合格？这5年，为了沈氏起死回生，他喝酒喝到胃出血，他熬通宵做数据模型，你们竟然说他不合格？我真是个畜生！我竟然一直放任这样的人去伤害他。雪薇也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这么对她，就一点都不心疼吗？那个丫头，生下来就是个讨债的。本来怀她的时候都找人月算过是儿子，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儿，还害得我伤了身体，再也不能生了。她从小就木讷，嘴不甜，一点都不像冉冉会哄我们开心。我们养她这么大，让她替姐姐嫁过来，已经是对得起她了。我的这5年到底算什么？我是帮你们保全颜面的工具，还是填补他空缺的临时演员？我终于懂了，乔雪薇那句我的这5年到底算什么？不是无理取闹，是攒了5年的无处诉说的委屈，而我竟然是亲手把她推进深渊的帮凶。知客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，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呢。谁让你穿他的衣服？我看这衣服放在衣帽间没人穿，以为是雪薇不要了的，就拿来穿一下。知客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就是一件衣服而已，雪薇那孩子平时也不怎么穿，冉冉穿一下怎么了？你别为了这点小事儿跟冉冉置气。雪薇，生日快乐！那是我陪她过生日时定制的，她那么喜欢，平时都舍不得穿。小事。这是我和许巍的家，不是你乔月冉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。他的东西，你没资格碰。这个房子里，所有属于他的东西，你连碰一下都不行。爸妈，你们看他，我只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沈之客，你发的什么疯？冉冉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当年要不是他出国，哪有乔雪帆什么事儿？
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就该好好对他。好好对他。当年沈氏濒临破产，他连夜卷走了我给他的订婚彩礼，跑到国外逍遥快活，留我一个人面对烂摊子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让我好好对他？这5年，雪薇陪着我把沈氏从泥里拉起来，熬了无数个通宵，喝到胃出血住院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沈氏好了，她回来了，就想坐享其成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从前总觉得这房间冷冰冰的，现在才知道，这里是唯一有他气息的地方。裴时风正式上任执行总裁，沈之客被无限期停职。从今天起，沈之客、沈氏，还有那些烂人烂事，都和我乔雪薇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雪薇，是你吗？雪薇，您好，请问是沈之客先生吗？我是顺丰快递的，这里有一份您的快递，是乔雪薇女士寄过来的，请问您今天在家吗？方便签收一下吗？在家。这些全是我这5年来随手买给他的东西，有些款式我甚至都记不清了，他竟然一件不少的全寄回来了。沈之客，这5年你送我的东西全部还给你，别墅钥匙放在这里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了清，乔雪薇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，怎么了清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当面跟他道歉，我要告诉他，我知道错了。沈之客，你要去哪儿？冉冉一大早就胃疼，疼得在床上打滚，你快带她去医院看看啊！他胃疼关我什么事？他有手有脚，自己不会去医院，还是你们当父母的不能带他去？沈之客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冉冉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。昨天你那么说她哭了一整夜，今天一早就胃痛成这样，你不管她，谁管她？我管不着，我现在要去找雪薇，没空管你们的闲事。之客，你就这么放不下他吗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当年要不是我走了，你根本就不会认识他。你现在怎么能为了他这么对我？你看冉冉都成什么样了？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们就死在你面前。从前我以为她的眼泪是珍珠，掉一滴都心疼，现在我才看清，这个女人爱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沈太太这个位置。他就算死在我面前，也跟我没关系。快出来！快滚蛋！乔雪薇，等我，这一次换我来追你。南城这么大，我去哪儿找他？我连他换了什么号码都不知道。
知客，等以后沈氏稳定了，我就退休，找个像南城这样暖和的城市，开一家小小的茶馆，每天晒晒太阳，泡泡茶，再也不用熬夜，也不用陪你去喝酒了，好不好？再说吧。我当初竟然连他眼里的向往都没看到。雪薇，是你吗？雪薇，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给我查乔雪薇在南城的所有信息、住址、工作单位，所有的，我要在1个小时之内看到结果。沈之客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还有我爸妈给我的嫁妆，你拿着，天塌下来，我陪你一起扛。等沈氏好起来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这辈子绝不负你。可后来，沈氏真的好起来了，我却把当初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。沈总，查到了，乔小姐在南城注册了一家工作室，做金融项目咨询，地址在珠江新城的国际金融中心。她在附近的江景公寓租了房子。知道了，乔雪薇，我找到你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23楼，助理说他的工作室就在那上面，刚注册不到半个月，带走的全是沈氏最核心的团队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靠着沈太太的身份才能在公司站稳，现在我才明白，靠身份的人是我，而他靠的一直是自己的本事。那些顶尖的项目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换来的，从来不是我的恩赐。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有预约吗？我找23楼的乔雪薇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乔总今天的预约已经排满了，名单上没有您的信息，您不能上去。我是她丈夫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就算是家属，也需要乔总亲自打电话下来确认，我们才能放您上去。现在没有什么比见到他更重要，哪怕是乔月然，哪怕是沈氏，都无所谓了。他的眼睛里有光，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和在沈家那个总是沉默、眼底带着疲惫的他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没看到我，不是在他的世界里已经彻底没有我了。雪薇，雪薇，沈总，有事吗？雪薇，我找了你好久。沈总找我有什么事？如果是关于离婚协议的事，我已经签好字了，放在别墅的书房里，你随时可以签字生效。如果是别的事，那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不是，雪薇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们不离婚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沈之客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逼着我离婚的人是你？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赶出家门的人是你，为了乔月染打我耳光的人也是你。现在你说你错了，想让我回去，晚了。
雪薇，我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儿混蛋到了极点，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想怎么罚我都可以，打我骂我都没关系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沈之客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乔雪薇天生就贱？你给我一巴掌，再给我一颗糖，我就该欢天喜地的接着？是你和我姐姐在我家里挂婚纱轿，是你为了她骂我尖酸刻薄，是你把我推出家门让我滚，是你为了维护她的名声要发通稿毁了我的一辈子。这些事你一句我错了就想一笔勾销，沈之客，你太天真了。雪薇，不要走！沈之客，别去打扰雪薇，她现在的生活很好，不是你能随便打扰的。你欠她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沈之客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这种感觉，就像是5年前那个破产边缘的沈家，正在一点点把我排挤出去。冉冉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沈之客现在一心扑在乔雪薇那个小贱人身上，电话关机，人也不见，他这是根本不理你啊！啊！我怎么知道？我本来以为我回来了，沈太太的位置就是我的，谁知道乔雪薇那个贱人竟然把沈氏的股份卖给了裴世峰。现在沈之客连公司都没了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可他竟然还想着那个贱人。如果沈之客真的没钱了，咱们家的开销……不行，从小到大，爸妈都偏爱我，最好的东西都是我的。乔雪薇只能捡我剩下的，这一次，我绝对不能成为圈子里的笑柄，更不能输给那个木讷的乔雪薇。裴总，您好，我是乔月冉。真不好意思，这时候打扰您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？乔月冉，记得。当年沈之客快破产的时候，连夜卷钱跑路的那个。怎么，现在沈之客不行了，又想来找我？裴总，您真会开玩笑。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不是为了别的，是想跟您解释一下，网上那些关于我妹妹的传言都不是真的，是她误会我了。乔月冉，我没兴趣听你说这些废话。雪薇是我很欣赏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我很尊重的人。你要是再敢在背后说她一句坏话，或者想着用什么龌龊的手段去招惹她，我不介意让你在整个南城乃至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。还有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嫌脏。凭什么我放低姿态去讨好他，他竟然说我脏？他竟然为了那个木头一样的乔雪薇这么羞辱我！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。乔雪薇想把我踩在脚下，想安安稳稳的过她的好日子，没门儿！我不好过，她也别想好过。老 K 吗？我有大料。对，关于沈氏前任总裁夫人和现任总裁裴世峰的。什么？雪薇，你看网上的新闻了吗？乔月冉找了一堆营销号，在网上吼黑你，说你爱慕裴总，还说你抢他的沈之客，忘恩负义，现在网上都吵翻了。
雪瑶，网上的事你别管，交给我来处理。裴总消息真灵通，乔月染敢往你身上泼脏手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麻烦裴总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是我的合作伙伴，维护你就是维护我自己的利益。再说了，这种跳梁小丑不收拾一下，他还真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他了。那些烂人烂事，多1秒的精力都是浪费。乔月然，你找死！喂，马上起草一份声明，以我的名义发，就说我和乔雪薇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劈腿在先，是我对不起她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年度极品白莲花？嫌贫爱富逃婚，现在又回来抢妹妹的老公，还抹黑妹妹，太恶心了。沈之客也是个渣男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只有我心疼乔雪薇吗？替嫁5年，结果被老公、姐姐、亲生父母联手欺负，太惨了。王律师，快告那些骂我的人，我让他们闭嘴！乔小姐，不好了，裴总那边不仅起诉了营销号，还连带把你也起诉了。他告你诽谤，要求你公开道歉，还要赔偿500万的精神损失费。500万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发几句牢骚，我只是想让他名声臭一点。裴世峰怎么敢？你们来干什么？知客，你看冉冉现在都成这样了，你就帮帮他吧。裴总那边起诉了他，还要赔500万，警方也立案了。再这么下去，他真的要坐牢了呀！他坐牢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脏水是他自己泼的，后果自然要他自己承担。沈之客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就算你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看在雪薇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还好意思提雪薇？当初你们逼着她替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是你们的女儿？你们拿着她的钱给乔月然买奢侈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是你们的女儿？你们帮着乔月然抢她的丈夫，逼她离婚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是你们的女儿？现在乔月然闯了祸，你们倒是想起雪薇了。你们不配！我们那也是为了……我告诉你们，乔月染的事，我不会管，也管不着。你们要是再敢为了他的事来打扰我，或者去南城打扰雪薇，我不介意连你们家那间快要破产的公司一起收拾。现在，滚出去！前往巴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即将停止值机。只要出了这个关口，国内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。5年前我能跑掉，这次也一样。乔月然女士，你涉嫌诽谤罪，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别抓我，我没罪，是他逼我的。有事吗？雪薇，
你救救你姐姐吧，她被警察抓走了，要是你不帮她，她这辈子就完了。妈知道，以前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们偏心，是我们糊涂，妈给你道歉，妈给你磕头了。雪薇，那可是你亲姐姐啊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坐牢啊！乔月冉犯了法，就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不会帮他，也不可能帮他。你们求我也没用。雪薇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从你们逼着我替嫁，帮着乔月冉欺负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和你们之间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20多年了，我一直在渴望他们的爱，一直在讨好，在证明。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不爱你的人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没用。这群畜生竟然能无耻到这个地步！我问你们，你们去南城闹雪薇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害她害得还不够吗？非要把她的人生彻底毁了，你们才甘心？我们也是没办法了，冉冉还在看守所里，我们不找她还能找谁？她是冉冉的亲妹妹，帮她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这20多年，除了压榨和伤害，你们给过她什么？以后你们再敢去南城打扰她一次，我就让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冉冉，我的女儿，你在里面受苦了，妈的心都要碎了。爸妈，别哭了，我有办法救我自己，还能让我们家翻身，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帮我了。趁着还没开庭，利用我手里那套公章和游戏，把公司账上仅剩的钱全部转走。再去联系以前的合作方，以公司的名义借一笔巨款，出国，拿到钱后，我们立刻出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冉冉在那里面等着我们拿钱救她，只要出国，只要跑出去。曹老头，滚出来！沈总已经发话了，乔家的1分钱债务他都不管，把我们的货款结了。老乔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外面全是要炸的，我们根本出不去。这辈子我把冉冉当成掌上明珠，我以为冉冉是我的骄傲，是后半辈子的依靠。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亲手养出来的不是棉袄，是个能把家拖垮的无底洞。乔先生，合作方联名起诉，法院已申请财产保全，这张是查封令，包括这套别墅在内，乔家所有资产已全部冻结。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不能封，这是我的。乔雪薇这个没良心的，现在我们家也没了，也不管我们。不行，我们待会儿就去找他。够了！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吗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是我们对不起雪薇。雪薇，乔月冉终于遭报应了，你就一点都不开心？没什么好开心的，他的人生好坏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现在只想办完离婚手续，回南城好好做我的项目。雪薇，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我签离婚协议不是一时冲动，你也别再想着挽回了，不可能的。我乔雪薇从来不吃回头草。是我自己亲手把那个满心眼眼都是我的女孩推开了。
乔雪薇，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？凭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你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从小到大，爸妈什么好东西都给我。要不是我当年逃婚，你根本不可能嫁给沈之客。现在你抢走了我的人生，抢走了我的男人，你满意了？乔月然，沈之客是你自己不要的，沈太太的位置是你自己放弃的，你今天落到这个下场，全是你自己作的。你胡说！只要你消失了，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会回到正轨。乔月然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沈之客怎么晕倒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再快一点！沈之客为我挡下巴掌的那一刻，我不是没有触动，可那点触动不足以让我忘记过去5年里他带给我的所有伤害。我的人生不会再因为沈之客有任何的动摇。乔女士，沈先生因长期悲伤过度，又加上酗酒未出血，才导致今天的昏迷，至少要住院治疗1周才能痊愈。知道了。雪薇，对不起，如果我当年没有说那些混账话，如果没有那些误会，我们本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沈之客，这世上没有如果。这事儿都怪我们瞎掺和，你这一离可就成2婚了，说出去多难听，以后还怎么找？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是来认错的。雪薇，爸知道你一直都是最懂事的那个，从小到大都没让我们操过心。是爸妈糊涂了，以后我们一定好好改过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你想离婚就离，我们再也不多嘴了，以后家里什么都听你的。不必了，我会给你们一笔钱，给你们养老，但希望你们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爱自己。